欢迎回到大雁 Talk。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好奇的话题，就是新加坡真的那么安全吗？很多人说新加坡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这是真的吗？它到底有多安全？接下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看答案吧。首先呢，从新加坡的这个安全数据来讲，它一直都是霸榜全球城市安全指数的前茅。根据2023年的数据，它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万人的这个犯罪率都是极低的。所以在夜间走路的时候，其实你也不需要太担心说会有抢劫什么的。这些数据呢，让大家对这个新加坡的安全是毋庸置疑。第二呢，就是新加坡严厉的法律，这一点应该是大家都有耳闻嘛，对不对？就是呃，比如说嚼口香糖吐痰这些，在很多地方只属于这个道德范畴的点，在新加坡它其实是触犯了法律，所以它的整个刑罚都还算是比较严厉的。另外，在整个城市当中，它布满了这个监控的摄像头，所以让这些违法的行为可能也是很难去就是遁形吧，就是所以整体来说，这些硬件上面它的这个安全的指数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呢，就是从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虽然是个很多元的这个文化，但是各个族群之间的这种相处还是非常的平和。大家有很强的意识去维护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氛围。哦、他们这种意识可能也是从小就有培养的。新加坡人给我的印象就好像也是比较有这个法律意识，就是他们对于一些规则、法律的这种意识性会比较强。这个就跟很多地方比都是比较强，不是说只是跟某些地方比，它是在很多地方相比起来，它的这个意识都是规则性各方面都算是比较强的。所以总体来说，你如果在新加坡丢了东西包括手机、钱包，大部分的情况下，别人还是会归还给你的。嗯，在这里呢，我想谈一下，就是我在新加坡一个比较有趣的感觉就是我们在那个新加坡的报纸上经常会看到在报道一些很恶劣的案件就是新加坡当地发生的很恶劣的案件，有些你看过去还挺毛骨悚然的，就是呃这个，当我刚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新加坡不是很安全吗？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的安全，就说出门在外，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其实你还是要去理解，在这只有相对性，就说有些地方相对更安全一些，但不代表它是绝对的。所以新加坡它整体的肯定是更安全的，但是有些极端的一些人吧，这个不是单单法律，比如说这种东西是完全控制得了的，因为其实从心理学来讲，其实很多时候在一些中或偏轻的犯罪，其实法律的威慑力是蛮大的。但是在一些极端的案例，就是人已经很偏激的，或者是人已经失控了这样的状态情况下，其实这些的震撼其实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这种案件它肯定还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它的这个整体性是非常好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希望说到任何地方都不是天堂，所以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些一些地方，还是要有一些这种安全的边界比如说这种现在流行的这个网络诈骗，因为网络诈骗这种东西隐蔽性很强，所以它也未必要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去完成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
还是要很小心，就是在这一块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另外，因为它毕竟有很多的这个劳工吧，哈，这种这个流动性，人口流动性还是比较大，所以有一些他对这个当地的这些法规，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也会出现一些状况嘛。所以这些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构成了整个这个的一个部分吧。然后新加坡整体给我个人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就是你真的到郊区，就是不在那的市区，在郊区，就是有些地方比较暗的地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外劳或者是某些族群的那种生活的那个环境，它的那种特定性，所以我有时候不小心走路在一个郊区的一些小巷子的时候，其实还蛮暗暗的，让你感觉也是会轻微有一点害怕，所以就是整个社会都是多样的，我觉得到哪里都还是要注意安全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给新加坡点赞，我觉得新加坡在安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厉害，值得表扬。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